在我们先前的影片中，我们已经使用过这组 M1K， 实做过电子负载或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实验，所以对于它的硬体性能，应该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然而说到底，这个 ADALM1000 SMU 模组终究只是一些硬体元件的排列组合，就算它再怎么神通广大，要是没有软体的搭配，那就像 iPhone 没有了 iOS， 即便硬体设计的再好，最终也只能沦为一块砖啊。而现在，如果要我推荐一套应用软体，就我所知，官方释出的 M1K 专用软体主要有2套，其中一套名为 PixelPulse 2，在我们一开始介绍 M1K 的影片中，其实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如果说 PixelPulse 2是一套专为入门使用者打造最直觉且通用的图形化应用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套软体 Alice 绝对就是专门针对专业使用者，或是对利用 M1K 深入探索更多专业技术有高度兴趣的爱好者所设计的强大工具包。那在我们开始使用爱丽丝这套软体之前，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Alice 这个名称其实是由布拉布拉布拉这串英文缩写而来的，中文可以翻作电子电路主动学习界面。官方特别说明，这个命名灵感源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主角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因此期待每位使用 M1K 搭配 Alice 的朋友也都能尽情的探索电子工程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从这边，不知您是否有感受到那一丝丝当我们使用 Alice 来操作 M1K 不经一番探索，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驾驭得了的气息。所以现在我们就先将整个 Alice 套件包里涵盖了哪些工具摊开来看一下吧。内容包含有 Desktop 综合应用工具、欧姆表、毫欧姆表、Meter Source 资料记录器、电压表、功率计以及图表功能。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看它们的进阶功能，你看看包含了这一大堆实验室中的梦幻设备，这下有没有感觉更有听下去的动力了呢？好吧，关于以下这些进阶功能，我们今天其实不会有过多的琢磨，而是将聚焦在基本操作的部分，以便熟悉这套 Alice 的设计及操作逻辑。现在我们需要先来回顾一下 M1K 硬体的基本架构。我们知道 M1K 的硬体架构包含了2个独立的 SMU 通道，每个通道都能同时输出电压或电流，并及时回读量测的结果。若我们把这个架构对应到电路上的区块，就能清楚看出 Measure 功能是透过2组高精度的 ADC 所实现的，而 Source 讯号则是由2组 DAC 所提供。整个 SMU 架构便是由这些核心元件加上相关的界面电路所组合而成的。此外，它还额外的提供了8个数位输出路铺，包含了 LED 以及 Digital Pins， 可用于简单的数位控制。所以为了完整操控这些硬体资源， Alice 的软体架构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为4大核心功能，分别是 Meter 功能，用来显示 ADC 功能所量测的结果； AWG 功能，用来透过 DAC 输出使用者所需的任意讯号； Chart 功能，让所有通道的量测结果以图形方式连续性显示；以及 Digital Control 功能，用来直接操控 I/O Port 以进行扩充应用。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就从最阳春的 Voltmeter 开始吧。我们打开 Alice 中的 Voltmeter 程式，这个操作界面看起来非常阳春，对吗？按下 Run 之后，2个通道的电压表就会开始工作了。当然，你也可以把显示模式切换成指针式，依照自己的偏好呈现读值。画面中的显示包括每个通道目前的电压以及最大与最小值等统计资讯。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所需的电压超出 M1K 的操作容忍范围，只需要透过外部简单的分压电路，然后透过底下的这些增益、偏压设定等等的数值框，
就可以立即将量测范围提升数十倍。而对于这个倍率的设定还能有什么妙用，我们待会儿再以实际的案例来进行实验。所以这个 Voltmeter 虽然界面阳春，但作为电压表也算是功能五脏俱全啦。了解了电压表的基本功能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输出讯号用的 AWG 功能。AWG 全名是任意波形产生器，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在频宽范围内产生任何你想要的讯号，这当然包括直流和交流。为了容易上手，我们会从最简单的直流讯号输出开始。而直流的应用工具，正常情况下我们会使用 Meter Source 这个应用程式来产生直流讯号。这程式顾名思义就是 Meter 和 Source 的结合体，但目前 Meter Source 独立 APP 似乎有点小问题，基本上是无法执行的。因此，我们将会改用 Datalog 来进行实验。而为什么是 Datalog 程式呢？把它打开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不就是 Meter Source 吗？以及另外还有一个 Strip Chart 的图形视窗，这两个都是 Alice 套装程式中的独立应用程式啊。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明白了。Alice 的整个程式套件包，实际上都是由前面提到的这4大核心功能所灵活整合出来的各种工具嘛。因此，一旦我们能够熟练了这几个核心元素，也就差不多等同于掌握了 Alice 的核心设计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拿 Meter Source 程式来体验一下它的操作方式吧。现在我们来看看 Meter Source 的程式界面，左边是用来设定 meter 的配置以及倍率、施加偏压等等，右边则是负责讯号输出功能。这样的配置直接对应了 M1K SMU 的内部硬体架构，我们可以任意的将它配置为电压或电流输出，同时可以指定 meter 功能如何进行同步量测。我们看看 SMU 的架构中，其中 Measure 的功能区块分别串联了一个电流表，以及可以选择是否要并联电压表。这其实是一种在高阶电源供应器或是万用电表中才有的 External Sense 量测设计啊。因为 SMU 内建的电压表在预设状态下是直接与内部 Source 端点并联的，因此无论如何都只能量测到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无法精确的反映出实际上负载端的真实电压值。这种情况，当输出电流变大时，误差就会变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只要将内部电压表连接断开，跳过线损，直接量测负载端的电压，就能避免这样的量测误差。现在我们要来做一点简单的实验。这是一个镍氢电池，我们现在要用 CHB 提供电流来为它充电，然后我们用这一条线，这一条有点长的线，从 CHB output 连到电池的正端，我们就直接用200 mA 来为它充电。当现在 M1K 的电压表处于预设模式，跟内部电流的输出接点连接着，所以它现在量到的电压是 1.41 伏左右。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用另外一条线接到电压表的输入端，然后把内部电压表断开。因为内部电压表断开之后，直接透过白色这一条线对电池的正端进行量测，而且白色这一条线本身是没有电流流过的，因为加载的电流都是在绿色这一条线上，所以白色这一条线本身几乎没有线损，所以它量测到的电压就是大约 1.388 伏。那我们同样也用高精度电表量一下，实际的电压大约是多少？ 1.39， 跟 M1K 量到的值非常接近，对吧？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内部断开后的电压表能有效的避免量到带有线损的电压。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多亏了这组可分离的电压表，使我们可以对电路中的任意端点进行量测，这才让我们得以实现我们的双向电源供应器。哈哈哈哈！有点失态了，赶快回到正题。
总之，这个 Split 功能可能是 M1K 中我最爱功能的前3名之一呀。那现在我们就用 Meter Source 搭配我们的双向电源供应器，接着再来做一点实物的应用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做个电池充放电的实验，因为先前已经有专门的影片在介绍这个模组，因此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啦。如果你有兴趣，请来点选我们这一支影片。总之，它的内部架构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右边模组作为 Power Supply， 用来将 CHA 所设定的电压做功率放大。左边模组作为电子负载，用来将 CHB 所设定的电流放大10倍。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电流表来将我们的负载回路连通，然后将 Source 功能设定为2伏200 mA， 这样我们就能利用电子负载抽取2安培电流。那现在既然电子负载已经可以抽取2安培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先来对 Meter Source 的内容数据进行解读。因为我们设定 CHB 抽取的200 mA 电流，而 CB mA 这边显示的就是内部电流表所量到的电流量测值，而 CHB 电压的部分量到的则是我们将内部电流表断开之后的量测值。而因为我们的 CHB 电压表是直接连接到我们电子负载的电流感应电阻上，而这个电阻是470毫欧姆，所以2安培的负载电流流过这个大约470毫欧姆感应电阻，产生的电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约930 mV 的电压。另外呢， CHA 所显示的电压值则是我们所设定的2伏电压在 SMU 输出端点上所量测到的电压值。好，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将这个电流表换成这个镍氢电池呢，这样我们应该就能为这颗电池充电。不过因为接触阻抗的问题，所以电压可能要大一点，或是我们也可以将它改成用1安培充电，这样电压2伏应该就够了。那现在既然是电池充电，我们要如何得知这颗电池目前的电压值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分离电压表，就可以分别知道我们设定的2伏电压目前实际的电压值，也就是电池正端的电压值。然后分离之后的电压表直接连到电池的负端，因此这个 0.576 伏就是电池的负端电压。这样我们把这2个数值一减，应该就可以得到这颗电池实际的电压值啦。但区一个电池电压，还要我们自己用计算机计算，总是有点麻烦吧？其实我们可以善用它的倍率工具，例如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电源电压设定在 offset 这边，然后将 gain 的倍率设定为-1倍，这样我们只要将电压表分离之后，就马上可以直接看到电池实际的电压值啦。然而 Meter Source 毕竟只是个通用评估工具，主要是方便我们评估直流应用，所以对于一些自动化的功能就不是那么方便。而对于特定的应用，我们可以透过自行 AI Python 程式，这样就不会有这一大堆设定的工作啦，直接就能执行任意我们想要的任务。到这边，大家对于这个 Meter Source 程式是不是比较有概念了呢？而接下来，对于所有的 AC 应用，我们可以打开 Alice Desktop 这支程式。我想大家应该光是看到这个界面就可以感应到，这才是 Alice 中真正最强大的程式。包括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所有交流专业仪器，其实都包含在这支程式里头。而且这个 Desktop 程式甚至可以包含所有其他 DC 应用的功能，只是碍于篇幅，关于 Desktop 程式的操作细节，我们就不在今天的影片中实作啦。那今天的影片就有些事啊，我实在是不吐不快。最后我还是要来爆料一下，在我手上的这组 M1K 模组已经陪了我2年，
经历大大小小的实验与摧残，原本还想大赞它足够耐操，结果却在这次的影片中不小心输入了过电压，瞬间就烧毁了元件。好在经过简单的确认，它看起来只需要把电源元件换掉之后，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不过，就在我们买了替换元件、尝试维修后，才发现 ADI 这家老外的公司，不知道是想逼死全世界学生或小资族，还是怎样，设计的开发版是完全不给人维修机会的是吗？既然用户是设定在学生，好歹也为人家着想一下，做个零件坏掉时好修一点的结构吧。像这次被我搞坏了这个元件，竟然是所谓的 LFCSP 包装，这晶片级的封装是给人用的吗？然后小量购买的价格又他妈的贵，我买了2颗，虽说最后是有把零件连上去了啦，但实际上底下的 pad 已经掉啦，导致原本连到32 pad 接地的这第6只脚刚忽不搞，根本接不出来，所以基本可以说是维修失败啦。而压垮我维修信心的这最后一根稻草，应该算是它的 PCB 散热技术，里面全部的零件竟然连一颗电容器的接角都难以融化，这让我觉得如果再尝试维修下去，我看有机会把它修到完全都动不了了。因此最后我们只能意思一下，拿个2极体直接把 6.5 伏连通到6伏这边来， bypass 掉它原本电源转换的工作，让它基本能动，榨干它最后的剩余价值就好。以后就只把它当做一个只做粗重工作的实验版，尾数、精确度什么的就不要太在乎啦。好吧，说到这边也不能全然说是要把你给劝退。如果能有良好的输入及缓冲，或是有谨慎的使用习惯，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如果它不坏，那上述的缺点可说都变成了优点了。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给我们留言指教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拜拜。